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佛历8月上15，万象小雨26到32摄氏度。今天是老挝上座部佛教的入夏节，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1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2基普，涨幅 0.06%。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7.4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9基普，涨幅 0.1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5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1%。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62.75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7.33 点，涨幅 1.29%。开盘 1370.02 点，最高 1370.02 点，最低 1346.51 点。成交量2017100股，成交金额36亿4367万6千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基普，交易量26万17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20基普，交易额1亿3577万7千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73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8万基普，涨幅 0.5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7月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4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3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21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300基普，涨幅 1.56%，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220基普，涨幅 0.94%， 95号汽油价格上涨220基普，涨幅 0.79%。 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会见越南副总理。7月9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会见了首次访问老挝的越南副总理阮志勇。通伦西苏里对此次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向越南国家领导人转达了问候。双方高度评价了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双边合作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高层互访和永昂港3号泊位的成功开通。通伦西苏里对阮志勇副总理与老挝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会谈的成果表示赞赏。他指示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推动战略性经济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完成，并为即将到来的越南国庆80周年和老挝国庆50周年做好准备。阮志勇副总理感谢老挝的热情接待，并转达了越南领导人的问候。他承诺将继续与老挝密切合作，落实各项协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面合作关系不断发展。2. 农业机械化成为农民新选择。7月9日，阿达颇省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庞马西加伦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农业机械化正成为农民的新选择。他强调，使用插秧机等农业机械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节约高达 50% 的生产成本，并减少劳动力投入。该中心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包括耕地、插秧和收割的机械化，并为农民提供种植和养殖方面的技术咨询与培训。3. 万象市促进加工业商品化生产。7月9日，万象市工贸厅厅长万马尼普马桑女士在议会常务会议中指出，目前全市拥有2836家加工厂，生产906种产品，其中119家工厂的产品用于出口。为减少进口，已出台文件，对38种本地能生产的产品实施进口管制，并计划推动23种产品替代进口。然而，万象市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原材料进口政策不明确，消费者对本地产品信心不足，
技术人才缺乏以及产品包装有待改进。未来，万象市将鼓励本地生产，培养全民使用国货意识，政府将支持原材料供应，并促进政企合作。4. 瑞士红十字会向老挝红十字会捐赠3辆汽车。瑞士红十字会于7月9日向老挝红十字会捐赠了3辆汽车，总价值11.65万美元。这批车辆将分配给国家血液研究所和2个省级血液中心，以加强移动献血服务能力。此次捐赠是基于2024年12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改善老挝的献血动员和安全血液供应工作。这些车辆对于确保老挝全国范围内安全、及时和公平的血液供应至关重要。5. 瓦代国际机场查获的人口贩卖案有新进展。据治安报7月9日的报道，早在今年1月13日，瓦代国际机场一名警察解救了3名女性人口贩卖受害者，并逮捕了2名中间人。经调查得知，3名受害者年龄均介于15至16岁之间，他们被中间人团伙诱骗与外国人结婚，彩礼 1.5 亿基普。该中间人团伙分为2组，第一组负责寻找有意与老挝女人结婚的外国男人，第二组负责寻找老挝女人并劝说其与外国男人结婚。这2组中间人都从中获利，至少每人收取约1000万基普的佣金。5月21日，警方又逮捕了3名涉案的老挝籍中间人。目前，警方正在对此案进行扩大范围的调查。6. 大量水葫芦堆积致万象塞斯塔县河水堵塞。7月8日，有民众反映称，目前万象市塞斯塔县丰垦村至丰帕瑙村的红塞恩小桥附近堆积了大量水葫芦，导致水流缓慢，这可能是该区域上游村庄发生内涝的原因之一。民众呼吁相关部门尽快前往检查并解决此问题，以确保河道水流畅通，避免城市内涝发生。7. 沙湾拿吉发生3车连撞事故。7月8日晚6点04分，沙湾拿吉省凯山峰威汉市9号里程碑加油站前发生一起3车连撞事故，涉及一辆摩托车、一辆长途巴士和一辆皮卡车。事故导致1名男性当场死亡，死者因头部受重创、颈部折断、双侧锁骨骨折、腰部骨折以及右膝断裂而丧生。随后，救援队对遗体进行了清理，并送往丰沙湾寺，以便家属进行宗教仪式。8. 甘蒙省新本县发生洪涝灾害。7月9日，甘蒙省新本县老卡村和博蓬蒂乌村发生洪涝灾害。据报道，此次洪灾是由于连续数小时强降雨所致。在此提醒当地居民注意安全，并做好防范准备。预计未来仍有强降雨。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